一份医院体检报告，上面不孕症3个字，给我判了死刑。老公像变了个人，他怒目圆睁，像要把我这个让他绝后的怪物拆吃入腹。女人不生孩，还是女人吗？很快，他便另寻出路。外面的女人肚子带了起来。得知这一切，我反而笑了。给脸不要，那就别怪我撕破脸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当那张写有不孕症3个字的医院检查报告出现在李炳全的手中，他浑身颤抖，丝毫不顾及周围人来人往，对我破口大骂：早知道你有病，老子干嘛娶你？骗子，骗彩礼的哑炮！老公气势汹汹，完全忘了我们5年恋爱、3年婚姻的情谊，像一个再陌生不过的人，把自己暴力的一面展露无遗。我惊呆了，这是我曾经最深爱的人吗？这是我为了能永远在一起，不顾跨越整个中国南北的距离和父母强烈反对也要远嫁的人吗？这女人好可怜，被丈夫嫌弃成那样，生不出孩子算什么女人？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接受吧？我的眼泪波涛汹涌，在刺骨的寒风中滚滚而下。路人不明就里，纷纷驻足看热闹。呵呵，做女人真难啊！男人生下来就是男人，而女人要结婚生下孩子，甚至生下儿子，才能被称为一个完整的女人。否则什么8年感情，什么至死不渝，统统逃不过被讥讽的命运。我们再到更多的医院看看，无论求神拜佛还是偏方，我李炳全这辈子一定要有个儿子。老公转身就走，把我丢在寒风中。我像是一块被随意丢弃的破抹布，除了生育，再没有其他价值。自那天之后，婆婆就疯了。早晨的符水，晚上的球子汤，夜里令人看一眼都羞耻的轻功生男生女姿势图。她和老公轮番给我上课，我需要一丝不苟，一一照做，否则就是不孝，就是故意让老李家绝后。我默默忍受一切加诸于身上的伤害，连半句废话都没有。他们看我那么听话，又使出新的绝招。你表姐刚生了孩子，还在坐月子，我跟你二姨说不用请月嫂了，你去伺候孩子，照顾月子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惊呆了。妈算过了，你命中缺木，就需要多接触小孩，抱了别人家的孩子，才能抱来你自己的。这都是老祖宗的智慧。婆婆振振有词，丝毫不顾及我也有工作，我也需要除了生孩子以外的生活。第一次抱外甥，小孩子不适应的大哭，我赶紧把他抱在怀里细细哄着，无奈孩子越哭越厉害，老公和婆婆推门而入，你连个孩子都哄不好，怪不得自己肚子也不会大起来。我随即挨了老公重重的一巴掌，半边脸上立马肿了起来。秉全，婆婆终于有些看不下去了，这些天我的辛苦，她应该最清楚，有话好好说。小雪不能生养，恐怕也是祖上无德，不能全怪她的。你手下留情啊！她看上去是在为我说话，实际上暗戳戳地骂我父母，这让我无法接受。你们不懂，小孩子本来就认生，不怪小雪。最终还是表姐站了出来，一边打圆场，一边恶狠狠地瞪了老公一眼。女人才懂女人的难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赶紧跟我姐道歉？李炳全脸上挂不住，又准备把气往我身上撒。最终我侮辱地说出了那句对不起，临时月嫂工作这才告一段落。当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自己好好一个人，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呢？突然，门外阳台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是谁？大半夜了还不睡？我悄悄起身，
只见阳台上站着老公和婆婆母子俩，他们压低声音，似乎正在密谋着什么。我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听着。这丫头也真能忍，都这样了还不吭声，看来服从性测验真有成效。这是婆婆的声音，语气中满是鄙夷和得意。她敢不听？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女人，要是被我赶出家门，她还能活吗？还能有男人要吗？有钱有工作，顶个屁用！李秉权最近真是换了个人，早不是当初追求我，当我舔狗时候的唯唯诺诺了。想到那么多年的青春浪费在这个人身上，我一阵胆寒。外边的事，你确定了吗？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耳朵几乎贴在阳台门上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外边？什么外边？你放心吧，3个月了，等再过2月，我们去看看性别。要不是儿子，让他打掉重新怀一个都没问题。3个月怀孕了，我脑中一片空白。看来这娘俩藏了个大秘密，是打算一直瞒着我了。为了弄清婆婆和老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我开启了侦探模式。可还没等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婆婆突然中风了。小雪，你嫁给我时，你爸妈不是给了10万吗？赶紧拿出你嫁妆应急。我们单位昨天刚交了集资款，年后要买公司股票。好巧不巧，妈就这样了。李秉权一改之前爱理不理的嘴脸，苦苦哀求我，就差跪在我面前了。小雪，你嫁过来之后，妈对你怎么样？你自己清楚，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这娘俩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等待手术的婆婆，我还是把钱交给了他们。然而，那个谜团却始终没有解开。婆婆手术之后很快出院了，她破天荒让老公带我出去吃顿好的，放松一下近段时间紧张的心情。我换了一身漂亮衣裙，提前到她公司楼下等待。权哥，要是你那边再不解决，我可不替你生儿子了哟。终于等到下班时间，老公居然挽着一个大肚子的女人走了出来，我赶紧藏到柱子后面。你就放心吧，等我把那黄脸婆的财产全部骗过来，立马就离婚。李秉权满脸小心翼翼，他亲密地把手放在女人圆滚滚的肚子上，像是抚摸着稀世珍宝。柱子背后的我浑身颤抖，一切都有迹可循，只是我太傻了，实在太傻了。老婆，我工作单位有个极好的集资房机会，但要一次性付5万定金，我手上没钱，你看是不是和老丈人借一点？晚上沉不住气的李秉权又开口了，我表面上一副感兴趣的样子，实际上想把这渣男一刀砍了的心都有。行，我问问吧。我心生一计，好啊，既然你不仁，那就休怪我不义了。老公，我爸说我嫁过来那么多年，我俩感情挺好的，上班那2个死工资也挣不了钱。他想投资，让我们开个小铺子做生意。那天回家，我兴冲冲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秉权。一听说有钱拿，他瞬间一蹦3丈高，但是手上的钱有些不够，他让我俩先凑凑，把铺面买下来之后再追加投资。你看，我故意面露难色，还把早已准备好的旺铺出售的传单给老公看，他一下就动心了。等有了这个铺子，我们就是老板和老板娘，说什么养儿防老，后半辈子咱们谁都不靠，也能吃香喝辣了。我乖顺地靠在他怀里，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看得出，李秉权狠狠心动了。等我合计合计，既然这个项目更好，那我还在单位投什么资啊？不如自己当老板啊。李秉权的贪财我是知道的，无利不起早，仅用了3天时间，他就凑了足足15万，加上我爸那里借来的5万，
准备买下那间父亲介绍的商铺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那段时间，我没有轻举妄动，忍受着老公的夜不归宿。我知道他去陪谁，我计算着日子，只等风来了。又等了2个月，老公干脆借口外派，整整1个月没回家。我知道时候到了，妈，出事了，还是深夜，还是在阳台。老公和婆婆母子俩的密谋大会，我照例悄咪咪的暗中参加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阿月？这婆娘也是母凭子贵，又找你要钱了吧？婆婆似乎洞悉一切的样子，惯着外面为李家诞下长孙的那个女人，丝毫记不起当初她中风是谁拿出钱救了她一命，端屎端尿的伺候着，要钱就给她。毕竟给咱们生下个大孙子，又没名分，起码等他把孩子养大呀。他俩倒是大度，怕是把我这个正牌妻子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？那孩子似乎有点问题，医生说那叫什么进行性肌营养不良。听说这样的孩子养不大，11、2岁就会死掉的。什么？阳台婆婆的声音骤然增大。看样子是晕过去了，我迅速回到被窝里，坐等我好戏开场。第2天一早，我被家门口一阵婴儿的哭声吵醒，打开门一看，地垫上躺着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，孩子特别瘦小，哭得浑身青紫。谁家的孩子啊？老公，我们报警吧。我一看就明白了，小三见状况不对，舍足保车。看样子跑路了，把这个累赘扔给了李炳全。老婆，你快去上班，我来处理。婆婆和老公见状大惊失色，忙不迭把我赶走，生怕我看出端倪，闹出更大的事情。我转身假装离开，实际上蹲在楼梯口查看情况。只见李炳全气急败坏地打了几个电话，随后在左邻右舍诧异的目光中抱着孩子走了。那天深夜，李炳全才满身疲惫地回到了家，孩子已经不见了。我猜测是被他藏到了某个亲戚家。本来嘛，没名没分的小三，既然决定抛弃孩子跑路，怎么还找得到？老婆，早点睡吧，我累死了。他刚躺进被窝，被我抓了出来。别急，老公，我有事要跟你谈谈。我笑意盈盈，伸手递给他一张检测报告，上面写着基因突变4个大字，名字正是李炳全，时间在我们刚结婚那年。你老婆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识字，在外面和没文化的野女人睡多了，智力和学历都退化了。我的笑容没变，反而更开心了。早在我们准备要孩子时，就做了这个备孕的体检，这个结果只有我知道，你根本生不出健全的孩子。为了你男人的尊严和面子，我选择把不要孩子的原因归到自己身上，也做好了和你一辈子没有孩子的准备。听到真相，李炳全脸色煞白。然而你不珍惜，不但连和你妈侮辱我，还和小三有了孩子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事到如今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平静地说完，拿起早已打包好的行李，迅速离开了这个我毫无留恋的家。在离婚诉讼时，因为父亲当初买商铺的建议，我的财产没有太大损失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李炳全和婆婆苦苦哀求我再给个机会，我严词拒绝了。1次不忠，100次不用，这个道理我懂。如今他们只能带着那个残疾宝贝大孙子去过他们本该承受的生活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